看看今年领跑的销量，那绝对称得上异军突起。就这环比增长，肯定很多家车企都眼红。品牌稳定了，销量起来了，接下来就需要干一点提升品牌影响力的事儿了。所以，领跑拉法舞来了。之前领跑的命运规则，什么 B10啊、C11啊，就拉法这个名字往家族名称里面一放，是不是特别与众不同？每个字母分别代表着生活、个性、自由以及潮流艺术。这一听，是不是就知道这台车它就是为一些小年轻有个性的朋友们去选择的？没错，那咱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它到底符不符合这4个字母。首先，外观来看，就是整个看这个大面，它并不像之前领跑这种4平8稳的设计，也没有用到很多很凌厉啊、很硬的这种线条去刻画，就很多小曲面，感觉它很有这种张力，而且很有活力。从车头一看，首先前引擎机盖最前端它非常的低，刚到大腿这一块吧。另外，就车头非常的宽，它的车宽1880。就在这个级别当中，已经是相当宽的存在。再加上它4个轮子非常贴近4个角，就前后短悬，一下就让它看起来又低趴又宽体的轿跑的姿态，还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。那再看一些小细节，就比如说它在前引擎机盖上没有之前非常明显的那种朝天的缝隙，就看上去整体感很强。另外，虽然这个整体设计变化了很多，但是头灯和尾灯还是家族式的这种3段式，就是你放大街上远远一看，哎，这个灯，这车绝对还是领跑。侧面来看，从 A 柱到 C 柱基本是一整个平面，然后 B 柱亮面的设计就融在了这个无框车门里，整体性还是很不错的。就对于我这种处女座很细节控的人来说，很能拿捏。那车尾呢，层次感还是非常丰富了，包括家族式的这种贯穿的灯带3段的设计。主要看一下它的后备箱，其实它的进深包括里面的深度也还是足够，就是你平整的去放2个登机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不仅保留了设计感，看来空间也不错喽。那具体进车里看看。那坐进车里，其实它的整个内饰风格还是很有领跑的这种家族设计元素的，就看上去没有那么冷冰冰，很多的细节设计都是这种很圆润、很有生命力的。它的很多曲线啊，包括弧角，都是用拉美曲线来规范的。这个拉美曲线到底是啥？屏幕前有没有理科生给我们解析一下？那另外，看到这儿没？副驾驶前方啊，我们到时候可以把这个抠开，就是之前其他车型上用过的这种洞洞板，你可以在顶上，比如说外接一个小桌板啊，或者是储物格啊，随你喜欢，随你 DIY。那再看看它的内饰用料，其实它大面积上还是包覆了一层很薄的皮。为什么说它很薄呢？就比如说这个膝盖容易触碰到的地方，敲一敲。清不清脆还是比较硬的，但是比如说门板上，包括天窗上面都是有仿麂皮的材质，就是摸上去会更亲肤一些。另外，我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一点，看到我的这个方向盘了吗？我要调节一下它。有没有细节发现？正常的仪表盘都会镶嵌在中控台上，但是它直接放到了这个转向柱上，就是你无论怎么调节，它都会跟着你的方向盘走。这样的好处就是在于，你无论想把它向上、向下或者向里、向外去移动方向盘，这块屏还是能很精准的显示在你面前。那接下来再看一下这个14.6的中控屏，那内置的是8295的芯片，然后它的桌面并不是我们传统的那种壁纸，而是一个3D 车模。包括你点右上角的小星星，你可以去规划它的颜色啊，或者是浅色、深色模式，包括你去给它换一个背后的场景。另外，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你打开地图，它会从一个3D 车模逐渐缩小到你地图上的车的位置。滑动地图流畅度还是不错，但是你如果打开它的工具栏滑动，它还是有点掉帧的情况。这个8295的应用没有那么全面。
那我身高1.78米，坐在后排，腿部空间差不多1拳，头部空间也并不是很富裕，但好在它有一个很大的天幕，所以坐在这儿你不会觉得很压抑。另外我比较喜欢就是它的座椅，它座椅的填充物很厚实，而且是2种材质去拼接的。就我们这台车主要接触面积还是麂皮，然后旁边是皮质，而且这个皮质摸起来还是手感很细腻的。另外它还有一个这样的头枕，我觉得日常开长途这样头枕靠上去会非常舒服，理想同感。那这台车就算看完了，我目前已知的呢是这台车全系都是后驱，但是动力方面更详细的资料我还没有啊。不知道各位观众老爷们觉得它有没有展现出来它名字这4个字母的特性？之前慕尼黑车展它已经开始了盲定，11月份也开始发布预售价格。至于价格方面，我估计不会让领跑的粉丝们失望的。